派出所大廳內的空氣冷得有些刺骨，夾雜着胃前的雨水與濃重的血腥味。頭頂上方的應急照明燈發出微弱且不穩定的慘白光芒，隨着電流的滋滋聲一閃一滅，將5人的影子在斑駁的牆面上拉得極長，顯得有些扭曲。恒遠，這裡好像有打鬥的痕跡。伊寧雪一只手扶這值班台的邊緣，另一只手緊緊握着相機背帶，清冷的眼眸朝着內側的辦公區望去。他那一頭高馬尾在剛才的奔跑中已經有些散亂，幾縷濕透的長髮貼在線條利落的臉頰旁，卻更顯出他此時骨子裡的冷靜。闕恆遠安撫地拍了拍岳清河那冰冷的手背，隨即輕步走上前，踩着滿地的碎玻璃與凌亂的公文紙張。值班台後方的木質地板上橫七豎八地散落着幾枚亮澄澄的彈殼，牆壁上還有幾道深深的，像是被某重力爪生生撕裂的沟壑，露出了裡面的水泥結構。看來驻守這裡的警察在剛才災難發生時試圖抵抗過，但顯然莫能撐多久。闕恆遠彎腰撿起一枚彈殼，沉重的金屬質感讓他的心情更加沉重。政府軍隊與指揮系統的癱瘓比他想象中還要徹底，甚至連市中心的基層警力都莫能得到及時的支援與預警。那我們現在要躲在哪裡？大廳的玻璃門根本擋不住那些怪物。千木魚整個人縮在岳應蘭的懷裡，他那雙原本靈動的大眼睛此時盛滿了驚恐，一頭迷人的大波浪長髮凌亂地披散在肩膀上，肩膀因為害怕而止不住地輕微顫抖。折斷了鞋跟的洋裝顯得有些滑稽，但在這生死的關頭，已經沒有人有心思去在意外表。木魚，別擔心，我們先進內側的辦公室，至少那裡沒有大片玻璃，讓那些怪物看到我們。岳應蘭一邊溫柔地拍着千木魚的背，一邊輕聲安撫住。雖然他的臉色同樣蒼白得毫無血色，但他卻強迫自己表現得沉穩，不讓防線徹底垮掉。岳清河站在闕恆遠身側，抬起那白皙卻止不住顫抖的手。恆遠，外面好像有車子的聲音，是不是軍隊來了？岳清河的聲音帶着一絲近乎絕望的期盼，那雙精致型校花臉蛋上的眼眸死死盯着大門口。轟隆隆，一陣沉悶的引擎轰鳴聲從不遠處的中華路方向傳來，伴隨着刺耳的剎車聲與人類驚恐的嘶喊。然而還沒等5人心中升起希望，一聲刺耳的布帛撕裂聲便在高空中炸響。那是外星人所使用的能量武器，一道幽藍色的電漿光束精準地洞穿了遠方的天空，將一輛試圖在街口建立防線的軍用裝甲車瞬間蒸發成一團炫目的火球。狂暴的音爆雨陣波順住街道橫掃而來，派出所大廳那僅存的幾面防彈玻璃窗在這一刻不堪重負，啪一聲碎裂成了無數粉塵般的顆粒。小心！闕恆遠一聲暴喝，猛地轉身張開雙臂，將岳清河與伊寧雪死死地護在自己寬闊的背脊之下。無數的碎玻璃如暴雨般砸在他的衣服上，發出沙沙的悶響。在這恐怖的降維打擊面前，人類最引以為傲的鋼鐵洪流，脆弱的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軍方指揮系統真的完全斷了。伊寧雪從闕恆遠的身下抬起頭，聽着大廳角落裡一台摔得變形的無線電裡傳出的忙音，眼神裡閃過一抹決絕。陀們來了！岳應蘭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氣，清澈的眼眸死死盯着派出所大門外的街道。細雨蒙蒙的西門町街道上，幾道流線型的漆黑陰影正以1重為反物理常識的速度，在兩側的建築外牆上瘋狂攀爬。那些異形生化兵器此時正耸動着沒有眼睛的頭部，嘴裡分泌出的腐蝕性粘液滴落在柏油路上，冒出刺鼻的白煙。驼們顯然是被剛才裝甲車爆炸的動靜與人類的慘叫聲吸引而來，正一步步朝着派出所的方向逼近。走，你們都往裡面走。闕恆遠他知道，一旦被這些畜生堵在大廳，他們5個人將會在一瞬間被撕成碎片。他伸出手，一左一右死死牽住岳清河與伊寧雪，用眼神示意岳應蘭帶上千木雨。5人迅速朝着警局的辦公區深處那道沉重的鐵門衝去。